虽然冰岛的天气总是寒冷、潮湿又多风，但在地表之下，几乎无穷无尽的热量在蒸发。事实上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建筑的供暖都来自于地热能。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碳排放。那么，这种可再生能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地核和地壳之间，是一个由固态和部分熔融的岩石组成的混合层，称为地幔。这里的温度在1000到3500摄氏度之间。其中一些热量来自金属的放射性衰变，但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核。自从地球在40多亿年前形成，地核就不断地在辐射能量。虽然地幔活动缓慢，在地壳约40公里之下循环，但在有些地方，它会涌向地表。在这里，岩浆在地面中形成囊和脉，将地下河流和水池加热到300摄氏度。控制这些热水是利用地热能的核心，而有2种主要方法能做到这一点。其中一种是建造地热发电站，利用这些热的深水池发电。首先，工程师会在砂岩或者玄武岩这样的可渗透岩石上钻一口数公里的井，随着高温高压的地下水流入井中，迅速变化的压力和温度产生大量的蒸汽，然后这些蒸汽将带动涡轮机的叶片发电，最后剩余的冷却水和冷凝蒸汽被注入地下，形成一个开环，在不失水的情况下提供电力。然而，我们不需要钻这么深的孔来利用地球的热量。多亏了太阳辐射，仅有1.5米深的泥土就可达到20摄氏度以上。地热热泵将水或者防冻液体通过管道在这层泥土里抽取能量，然后这些液体被泵送到当地的基础设施中，扩散它们的热量，然后再次在地面中穿梭吸收更多的能量。尽管运作泵需要外部电力，但从中提供的能量远远超过消耗的，这代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循环。事实上，地热泵不仅运行成本低，它的节能性是化石燃料的2倍。无论地热能是在我们脚下放射，还是在几公里之下加热水，地球都不断地辐射能量。平均1年，地球释放的能量大约是人类消耗的3倍。那么，为何地热能只占人类能源生产的0.2%呢？答案和热量、地点和成本有关。由于地热热泵依赖来自于浅地层的持续热量，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。但是，地热发电厂需要利用高温地热田，温度超过180度的地区也通常在地下几公里。这些高温地区很难找到，而钻这么深，仅仅为了一个工厂需要的几口井中的其中一口，就需要花费2000万美元。有些地区的地热田较浅，冰岛和日本临近活火山和地壳板块的边缘，在那里岩浆从地壳中上升，但这也导致这些地区容易发生地震，而密集的钻井也会引发地震。此外，尽管地热能是干净可再生的，它并不是安全无害的。钻井会释放出含有污染物的蒸汽，例如甲烷和硫化氢。使用高压水的钻井工具也会污染地下水。幸运的是，新技术的出现能够战胜这些挑战。排放控制系统可以捕获污染物，电磁检测可以帮助检测地震风险。我们也在发现全新的地热能来源，比如海洋中火山的岩浆区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能够安全负责任地利用地球的热量，我们或许能够维持人类的生存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来挑战你的想法。
或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，